李长寿当即用神念联络敖乙，两个人的神念在安水城主神庙的神像之间勾连，进入了梦境中。李长寿仔细盘问了一遍敖乙，把二教主搞得有些紧张，还好二教主挺住了这一波审查。李长寿又问询了敖乙几句有关金鳌岛现如今舆论风向。据敖乙亲眼所见，那金光圣母回金鳌岛之后，就找来了不少好友，言说有关南海海神与截教的缘法，解释清楚了，并非是南海海神有意算计他们的公民师兄。金光圣母还称赞南海海神一心为道门，不沾百因果，将南海海神在截教的风评挽回了小半。切断神念，李长寿再次凝视面前这张白纸，第三个选项发生的概率降低了大半。那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大法师说漏了嘴，这个是指道人可能出问题了。指道人并非是什么圆满的神通，尽管李长寿已经算是穷尽心力去完善，依然不免留下了许多的隐患，而这些隐患李长寿一开始就是知晓的，也做了一点点的防范。看来防范还不够啊。李长寿沉吟几声，看了眼那2颗9转金丹，闭目凝神，调动各地指导人，让能潜藏的潜藏的更深一些，不太稳妥的便直接自毁。不多时，李长寿已经是完成了一次自检，而那份心底的悸动再次出现了。还没下定主意。李长寿眉头轻皱，若他有大法师的神通本领，当真是要撕开乾坤探个头过去，问一问对方你还出不出手了。当然最好还是别出手了，永远别出手。与此同时，灵山脚下某个不起眼的洞府中，文静道人斜躺在自己的宝榻上，看着掌心这只不断颤动的血剑，时而秀眉轻皱，时而眉角舒展。他确实是在犹豫，倒不是在人教与西方教之间犹豫，换作是谁，只要不是失了智，都会做出明智之选择。在他此时看来，西方教明里暗里这堆废物根本就斗不过人教那寥寥几人。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在西方教这边，他这个女王大人已经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了。就说这一次那位圣人弟子的安排吧，昨天那圣人弟子给了他这支血剑，还说什么重用之类的话。真以为本女王大人是那种少不经事的女子，那般好蒙骗。无论是谁，除去圣人老爷亲自出手，推演南海海神的跟脚，最后得出的结果都是太极图警告。这说明什么？说明南海海神在人教之中举足轻重啊，能够得到圣人的直接庇护。先不考虑他如今已经是归顺人教的美腿二五仔之身份，让他用这只蝴蝶找出南海海神的真身干掉，其实已经相当于把他给扔进了兜率宫的八卦炉。他若出手得手了，那个男人玄都大法师也能不打杀了他？再说如今那南海海神人教小法师就是他唯一与人教联络之人，他岂能做这种自毁生路之事？文静道人并不担心自己该如何应对此事，只要将此事说给南海海神，对方自然会有破解之法。现如今他犹豫的却是要不要用这个东西把这个小法师的真身找出来戏弄一番。文静道人那双狭长的凤眼再次眯起，眼底带着几分戏谑，几分促狭。他也是被这个南海海神算计的太多了，以至于心底有些怨气。哼，本女王想做就做，又能如何？当下文静道人第6次坐起身来，指尖似乎要立刻戳破这只血剑，但只差毫厘，他的仙指又堪堪顿住。
虽说找到这个家伙的本体捉弄一番确实是能出口恶气，但这般却有些因小失大，更容易惹恼了南海海神。怕他自然是不怕的，只不过是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之上有那么一点点的从心罢了。文静道人心底不断地回传出自己几次跟这位人教第3号人物碰面时的情形，每一次他都有新的发现，每一次这个家伙都让他的心底再多几分忌惮。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小法师不只是人教中人这么简单，他背后的圣人甚至也不只是太清圣人这一位。罢了，还是先将此事与他暗中商议一番。文静道人正想收回手指，他的双目之中划过了少许恼怒，抬手就将这只血茧戳破。他是谁？他可是血赤黑纹一族的女王大人，当年驰骋血海角落的一代强者。那血茧直接裂开，一缕缕血光汇聚，一只闪烁着幽冷清光、浑身半透明的蝴蝶轻轻起舞，落在了文静道人的指尖。哼，只要让我找到你，大不了就是认个错，你还能打杀了我不成？来了！地下密室中，李长寿精神一振，这一瞬，心底灵觉的跳动无比的明显，对方还是出手了。李长寿屏住呼吸，立刻起身，施展当年灵娥口中的烟遁，出了地下密室，本体驾云朝着破天峰匆匆而去。到了百凡殿，走到了圣人画像之下，李长寿在袖中摸出了3株又粗又长的膏香，给圣人老爷续上，又诚心跪拜，心底道：弟子无事所求，只是来给您上个香，求个心安。就如他平日里每3个月一次的日常上香那般，画像毫无异常。各位外务长老对此已经是见怪不怪，李长寿闭上双眼，静静等待着危险降临，心神全开，全力监察几处要害之地：渡仙门山门、南海之滨安水城海神庙主神庙、东海指道人军团藏身处。但李长寿心神紧绷了1个时辰，心底突然警兆轻起，李长寿的神念立刻降临在了一处不起眼的海神小庙中。但他来晚了半步，只捕捉到了一道驾云离开的魁梧身影，对方修为不弱，转眼便消失在了天边。果然有敌人，李长寿立刻就要启动指道人前去阻击试探，但是他的心底一动，将这个念头摁压了下来。不能急，若所料不错，对方故意惊动我，有可能就是想引我的化身现身。习惯性的稳一手，看对方后面又有什么举动。又半个时辰，那道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某处大城的海神庙中，也只是逛了一圈就走，故意显露了一下自身的境界。天仙境巅峰，保守估计有可能是金仙伪装出的，这引我的化身出动的意味未免也太明显了吧，别又是西方在出招啊。李长寿沉吟了几声，心底更是坚定了避而不显的念头。接下来的半日，对方连续现身了6次，甚至有一次还故意跟熊寨神使起了冲突，打伤了2名神使。然而李长寿今日的化身却是完全不露头，连续的稳一手。还不上钩？南海某处海底石缝中，文静道人禁不住嘴角抽搐了几下。果然不愧是能将他收服的海神，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难对付，嗅觉如此敏锐。哼，今日当真要跟你再分个高下。当下文静道人嘴角露出了几分妩媚醉人的微笑，开始谋划一波大事。另一边，渡仙门破天峰上，李长寿起身离开了圣人画像前。他总在那儿跪着也不像话呀，每次祭拜半天就是极限了。但
这般危险的时刻，让他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洪荒这凶险阴暗的环境中，也就只有兜率宫后院与圣人老爷的画像前，才能给他足够的温暖。李长寿就轻吟了一声，眉头轻皱，神州道运轻轻的颤动，做出了一副要突破境界之象。他忙问：长老，弟子可否在此地暂时闭关？快，突破可是大事啊！谢长老。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立刻在圣人画像左侧不远处盘腿坐了下来，在自己身周布置了一层法力结界。一旁有2位真仙境外务长老出手，为他加了2层仙力结界。看看这平日里的灵鱼灵肉也是没白伺候啊。接下来的半个月，李长寿都在百凡殿中闭关突破，修为境界似乎要突破一小阶，又似乎后力不足。实际上他只是在与那个看不到的对手暗中交锋。对方的攻势一波接一波，花样繁多，但是有点外强中干。让李长寿心底奇怪的是，每次对方都是点到即止，似乎是在忌惮着什么，另受迷惑。不过3日，对方搞事的态度已经到了即将让凡人死伤，为李长寿增加业障的地步。李长寿的心底衡量一番，哪怕是一点业障也无妨，依然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而对方似乎只是装腔作势，也没有对凡人真的下手，几次搞事情都是虎头蛇尾。对方也忌惮业障吗？李长寿心底暗自思量。又过了3日，暗中那人见逼不出海神化身现身，似乎已经是暂时放弃了。然而李长寿如何会掉以轻心？耐心这种东西他多的是。突然间，李长寿的心底惊觉，自己的元神仿佛在被人窥探，心底警兆大作，神念立刻降临在了一处海神庙的神像上。他看到了一只青色的蝴蝶，在自己神像鼻尖飞起，落在了那魁梧男人的掌心。这男人冷冷一笑，转身驾云，匆匆离开了此处海神庙。李长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这，那青色蝴蝶应当是能够追查元神之力的异兽，与李长寿此前所推演的几种情形之一倒是完美的对上了。李长寿的一颗心放下了1/10，将心神挪移到了某处海神庙的大庙中，静静等待对方上门。又2个时辰后，这魁梧壮汉驾云而来，沿着手中蝴蝶所指引，落在了这一处大庙的后院中，看到了在角落中静静扫落叶的老者。这魁梧壮汉淡然道：你就是南海海神？老者并不答话，抬头微微一笑，轻轻颔首，但是身形却突然被火光包裹，瞬间化作了灰烬。这是一具普通纸人，只不过流了李长寿的一滴精血，糅杂了微弱的元神之力与自身道运。壮汉顿时愣在原地，那蝴蝶再次扇动翅膀，指出了一个方向。这魁梧壮汉冷哼一声，再次驾云而起，朝着下一处海神庙而去。就这般4、5日内，这壮汉跟着那只蝴蝶在南海之滨来回转圈，去了整整18处海神庙，见证了18只普通纸人的自毁。不当人子！南海海底某处的石缝中，文静道人用力地抓着自己的2缕秀发，咬牙切齿，俏脸狰狞。这几日已经是骂了不知多少次西方粗话了。这个南海海神人教小法师，是不是凶恶狠人我不敢下定论，但对方绝对是个狡诈到了极致之人。多说狡兔3窟，这是什么？300窟都有了吧？就这，西方还想跟人教斗，直接认输吧，完全算不过呀。突然间，文静道人借由那具血纹傀儡，听到了一缕熟悉的传声：玩够了吗？我怎么暴露的？刚才这传音
自然就是熟悉的南海海神口音。这声平平淡淡的文，让文静道人心底各种轻颤。他搞不清楚，海神说的是文化的文，还是文字的文？前者与后者所代表的情绪明显不同。海底石缝中，文静道人躲藏起了身形，立刻就镇定了下来。远古至今，大风大浪我见多了，当年血海大战我都在旁远远地观察过。刚刚不过是毫无征兆地被识破了身份，唏嘘之余又知人教南海海神掌握着自己生死把柄，这才略微有些慌乱。文静道人迅速反应了过来，觉得这个一肚子脏水的海神有可能是在诈他。又听，下次你若再这般恶作，我自会禀明兜率宫，请大法师施惩戒于你。第二道传声钻入了那傀儡壮汉的心底，文静道人禁不住苦笑了一声。我真的暴露了，哼，还是很彻底的暴露。我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那傀儡壮汉呼了一口气，转身对着四处拱拱手，露出了几分尴尬的笑容。文静道人刚要借这具傀儡解释几句，可不等他开口，海神那不知躲在何处的化身第三次传声：莫要随意说话，这具傀儡退去南海，你来安水城见我。听闻这道传声，文静道人只剩下苦笑了。我此刻不仅暴露了，而且还再一次被对方安排得明明白白。唉，斗不过，根本斗不过。我这番折腾又图个什么啊？明明知道我在阴谋诡计上完全不是海神的对手，更不可能直接对这个海神出手，可心底就是有所不甘。唉，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好不容易搭上了人教这条线，我这个孤苦无依被洪荒大时代所抛弃的女王大人，很快就能再看到翻身的机会，怎么就……唉，若问我现在的心情，那自然就是很后悔。若要让我问海神一个问题，那必然是为什么？我到底哪里暴露了身份？